葫蘆壓窗台，台完就滾滾來。啊，點解要掛葫蘆呢？葫蘆有福嘅有祿啊！咁點壓窗啊？點困先至啱啊？葫蘆喺傳統文化入邊被視為係一種吉祥物，可以驅邪避邪、招財納福、吉祥等美好嘅寓意。甚至喺古代民間仲有葫蘆在手，福氣我有嘅講法，認為佩戴葫蘆就可以招嚟財富同好運咁話。咁點解古人會咁認為呢？嗱，有個咁樣嘅傳說，話說喺古代5月被稱為係毒月，咁到咗端午節前後就好多啲毒蟲啊邪靈出沒噶啦。8仙之一嘅呂洞賓化身成為賣油郎，咁有一年佢提前預知到村入邊有一場災難發生，咁之後佢就告知村民啦，要喺門口掛一個葫蘆就可以保家宅平安，避過呢一場災難咁話。咁村民就照做，認為葫蘆係可以收服一啲毒蟲，保平安。點不知呢條村又真係避免咗呢一場災難。咁自此以後，民間就有咗掛葫蘆呢個風俗啦。咁其實呢個葫蘆喺我國已經有7000幾年嘅歷史噶啦，可以話係世界上最古老嘅產物。咁喺古書上面將呢隻葫蘆係稱為胡、刨、葫、葫蘆、葫蘆，其實講嘅都係葫蘆。原本葫同蘆係兩種用嚟裝酒裝飯嘅器皿，咁因為佢哋嘅形狀生得相似，所以就將葫蘆合為一個詞，作為係植物嘅名稱。咁後嚟寫下約定俗成，就寫成有草花頭呢個葫蘆啦。喺《詩經》入邊就有一句7月食瓜，8月斷葫。呢度嘅葫指嘅係葫蘆，咁斷葫嘅意思即係話成熟之後摘落嚟咁解。有個成語叫做懸壺濟世，係用嚟歌頌嗰啲品德高尚、醫術高超、去救死扶傷嘅醫生。咁呢個成語係出自《後漢書·江述列傳》費長房入邊嘅。話說喺漢代，費長房遇到一位賣藥嘅老翁，咁見到呢一位老坑身上面成日都記住一個葫蘆，咁等到市集收檔之後，佢又跳翻入個葫蘆入邊。咁費長房就覺得好奇怪，於是就去拜訪老翁。咁老翁俾佢嘅行為感動咗，仲帶埋佢入葫蘆嗰度。原來呢位老翁係一位神仙嚟嘅，因為佢犯咗錯，俾佛下凡，要通過救人治病去積功德。咁後嚟費長房就拜佢為師，仲成為咗一位名醫。咁後嚟後世人就將佢行醫治病，稱為懸壺濟世啦。仲有8仙之一嘅鐵拐李，佢亦都係記住個葫蘆嘅。咁傳說中伏羲同女媧，佢哋亦都係葫蘆嘅化身。咁所以民間老百姓就認為葫蘆就係一樣好神聖嘅嘢嚟嘅。咁另外葫蘆嘅諧音係福祿，代表嘅係福氣祿位相傳。咁再加上佢個樣一個8字形，8即係發，又好似一個聚寶盤咁樣，象徵係財富有成就啊。咁另外葫蘆係好多子嘅，藤蔓綿延，結子繁盛，被視為多子多孫、生命繁衍嘅象徵。有好多少數民族都將葫蘆視為係圖騰咁崇拜嘅。喺古代夫妻成親嘅時候，飲嗰碗合卺交杯酒，呢個卺就係葫蘆，一人一半，中間有條紅繩牽住。咁呢一個寓意係夫妻從此之後合二為一，同甘共苦，多子多福咁話，寓意咁好，難怪葫蘆流傳千年啦。咁點掛喺邊呢？民間有句講法，話葫蘆壓窗台，財源滾滾來。掛喺個窗向台就好噶啦，吸收啲陽光啊。葫蘆之所以壓窗，因為窗係每日都可以曬到太陽嘅地方。而且個窗仲係連接外面空氣流通嘅地方，咁將葫蘆放喺窗邊，就好似喺度吸收緊正能量，提升緊家中嘅運勢啊，同埋財運啦，象徵將一啲好嘢吸翻嚟，保家宅平安幸福。掛葫蘆個口就向出，冇用入，啲錢咧淨係入冇得出噶啦。古人認為葫蘆係肚大嘴細嘅，可以吸收啲氣場，好似吸錢咁，只進不出。所以喺農村，有啲人會將葫蘆放喺屋企嘅屋梁上面嘅，呢一個就稱為頂梁啦。亦都有啲人會將5個葫蘆串起身，呢一個就叫做五福臨門啦。但係要注意掛葫蘆嘅方向，個口係向出嘅，唔好向翻自己屋企入邊，唔係嘅話就調轉吸噶啦。咁如果有需要用好多葫蘆嚟壓窗嘅話，就要排列整齊，要有距離啦。亦都唔好揀過大個葫蘆，咁樣就顯得唔夠莊重嘅。掛就掛喺中間兩邊至得。
嗱，一般係將葫蘆掛喺窗啊，或者係陽台中間都係得嘅。咁如果個窗太大嘅話，就固定擺放好，又或者係掛喺窗邊都係可以嘅。咁呢一個就係葫蘆壓窗台，財源滾滾來啦。咁呢一個係一種古老嘅風俗，亦都係老百姓心中嘅期盼，因為佢寓意好，所以呢個傳統嘅風俗就係咁流傳咗落嚟啦。咁講到底，其實都係一種心理暗示嚟嘅。與其相信葫蘆可以帶俾自己好運，倒不如話佢係俾到我哋一種積極嘅暗示。咁唔知你屋企有冇掛呢個葫蘆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